2021年在大连中山區花了60萬買了一個49平的二手房，入住的第5年，家裡的擺設已經被我折騰了好幾次了。房子原來是2室沒有廳，後來把廚房改成了一個榻榻米，成了一個小室，然後把其中一個臥室改成了一個大廳，廚房改在了廳的陽台上。最大的一室給2個孩子放了一個上下床，後來又因為2個孩子都不願意去上鋪睡，所以把上下鋪改成了2個單人床。今年2個孩子都長大了，一個16，一個9歲，都想要有一個獨立的空間。再加上去年改上下床的时候，老二睡这個小床是锯掉了30公分。當時發現這個床的板材是顆粒板，好多人都提醒我這種板材不好，還不透氣。所以在今年9月份老大考上高中以後，我就決定把這個小床給他撤了。然後平時周一到周五老二睡這個房間，等禮拜天老大回來的時候，就讓老二去睡客廳的沙發，或者是讓他跟老李睡，反正平時我也不在家，這樣他們2個人就都有單獨的房間了。9月1號那天我跟老李換的格局，現在過去了2個多月了，距離上一次我家斷捨離有1年的時間了。這1年多我一直出去給別人斷捨離，自己家也沒咋收拾，所以趁着我去北京之前，這2天把家裡收拾收拾，再提前計劃買一張床回來。放寒假以後2個孩子都在家，睡沙发也不是那麼回事，先把這些襪子斷捨離了一波，把那些穿了好幾年鬆懈的不舒服的都扔出去了，一個人就留了10幾雙。本來我還想着就簡單的收拾收拾，也不拍視頻了，家裡面太亂了，真是怕你們笑話，一個斷捨離的博主家裡居然這麼亂。但是前幾天我發了一個視頻以後，好多小姐妹看到我家格局變了，還很想看這個收拾的過程，所以想了想還是拍吧。今天也是都已經開始收拾了，才想起來拍視頻。去年老二的玩具都已經扔出去好多了，這1年多又沒少買，自己收拾扔出去了一小半，留了一大半。這窗台上還有點他的玩具，好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了，一塊收拾收拾給他扔出去吧。我家去年的玩具比這多了，都是老大之前留下來的。本來是想着给老二留着玩来的，結果他倆喜歡的東西不同。老大喜歡的是積木拼插玩具，老二就喜歡槍球還有棋一類的，所以幾乎也沒咋玩上。去年斷捨離的時候扔去的得有10箱8箱的，藥箱裡的藥也好長時間沒有收拾了，挑出來一大堆過期的，還有好多都是口罩期間買的呢。我感覺那個時候有孩子的家庭藥都沒少囤，不知道你們是咋想的，反正我那個時候就是想的，不管能不能用上，先買回来安心再说。去年我收拾药箱的時候，好多人就說不能放在陽台上，怕曬。這個窗台外邊還有一個小倉庫吧，太陽也不那麼毒，主要是我家真沒有地方放，裝修的時候也沒打什麼櫃子。這個屋就有一個書架，大廳裡面根本就沒有櫃子，也就是榻榻米睡覺那個屋打了一個衣櫃吧，也不是很大。平時的東西就是放在這屋的陽台還有榻榻米的那個窗戶台上。最近我還想能不能把這個書架挪個位置，在這個地方打一排大衣櫃，到時候我們一家4口的衣服全都給它掛起來，省得像現在一樣找個衣服都得扒拉半天。書架上這些東西都拿下來挑了一遍，就留了這點小東西，還有這2摞書，還是自己挑自己家東西快，拿起來就知道這個東西要是不要。敞開式的書櫃太容易藏灰了，這才半年多就這麼髒，噴上的油污淨都給它擦了一遍，再把留下來的暫時先給它擺上吧。等過一段時間，沒準我真能給它拆了，然後安一個大衣櫃。我還問了下老李意見行不行，他說你問我不是白問嗎？你自己想幹的事誰能攔得住？你想換就換唄。還真是那麼回事，這麼多年了，只要我想幹的事，他從來就沒有阻攔成功過。就算是問他，他不同意，我也得偷偷給他幹了。一個窗台一個書架，收拾出來這些不要的，床底下這幾個抽屜也收拾收拾吧，有好多都是去年斷捨離的時候覺得還能用得上留下來的，經過這1年的時間又得淘汰一部分。斷捨離就是這樣的，你暫時不確定能不能扔了，你就先給它留一段時間，自己設定一個時間段，如果到了這個時間這個東西還沒有用上的話，就可以往外丟了。3個抽屜扔出去了一大半，就剩了1抽屜半吧，還不滿。天冷換季了，該把這薄衣服收一收，厚的往外拿一拿了。一到換季的時候就得往外扔一部分穿小的，特別是老二的衣服，今年長得可快了，這些半袖啥的來年都穿不上了。這些我沒扔，都送給我家鄰居了，他可以賣。穿不上的這些春裝先給他掛起來，這個榻榻米的櫃子裡也該收拾了。他倆穿的厚棉服給他拿過來，這個小櫃子當時也是我自己打的，能掛個4、5件羽絨服吧。反正掛他倆外套是夠了，外褲和校衣啥的就放到抽屜裡。我收拾屋裡，老李在这收拾衛生间，扔出去這一大包。這是今天又收拾出來準備往外扔的，也不少，得有7、8袋吧。
書啥的能賣錢的就送給旁邊阿姨了，那些不能賣的就直接給他丟到垃圾桶了。我們這垃圾桶從地下換到地上來了，我還挺喜歡原來埋在下面的，腳一踩就行，還乾淨。應該是往上倒垃圾的時候不方便才換的，我上次回來的時候還沒換呢。不是還要準備再買一張床嗎？我看了一下，別的屋也沒有地方放，還得放到這個房間裡來，所以這個學習桌就得挪回原來的位置了。牆上這些黑的都是老二寫作業的時候腳丫子蹬的，我用拿米海綿擦給他擦出來了。老二真的是皮，沒有閒時候，真的要是我家老大當時像他這麼皮的話，老二來了以後再心疼我可能都不能要。你看這個沙發後邊全是老二蹭的，都是他在上邊來回蹦的。這個小沙發床去年拍視頻的時候好多人就讓我扔掉，一直沒捨得丟，還不如給他扔了。這一年也沒睡也沒咋做，下面4個螺絲被小號晃着了2個，只有1個腿連着了，現在往外扔也不心疼了。我跟老李給他抬到外边去，準備床來了以後就給他扔出去了。去年收拾我家的時候，這個牆面也是粉刷了一遍，這才過了1年半的時間又黑了。你都說家裡有2個男孩的多能作吧，也怪我去年就想着貼牆圍子或者是靜電貼，一直到現在也沒貼上，再給他粉刷一遍吧，要不然太磕碜了，拍视頻我都不好意思拍出来呀。收拾这屋的时候正好趕上禮拜3，老二不是上半天嗎，在家跟着忙活了一下午，感覺怎麼刷這個牆好像也沒有原來白了，可能是這回買的漆不好。先這麼着吧，怎麼也比不刷牆。還把這個床挪到原來這個位置讓老大睡。老李還說我沒事就瞎折騰，但是我還挺喜歡這樣的，沒有事了就把家具來回挪一挪，換換方向，換個新鮮感。過2天買個單人床放到床尾這個位置讓老二睡。其實老二現在也沒怎麼睡床，淨在沙發上睡了，只要是一人有這麼一個臥室就好了。雖然現在房子小還不能一人一個房間，但是我們也挺知足的了，比一開始租房子真的是強上太多了。接了一個北京的大單，是女兒給一個退休生的老媽收拾屋，再把換季衣服收拾，明天就準備出發了。